疯狂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有些是令人值得回忆的，而有些却是非常可怕的。近些年来，随着环境的不断破坏，大自然母亲似乎也逐渐被触怒了，导致全球各地都频繁发生以前未有的现象。但在今天，我们先给你带来全球发生的15个最神奇罕见的自然现象，从科特迪瓦的蓝色火山，到闪电之都的梅里查波湖，甚至是最离谱的非洲鱼雨。看完了这些最神奇的自然现象后，希望之后的爱护环境从你我做起，共同爱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美丽家园。第15名，科特迪瓦的蓝色火山。科特迪瓦地区的卡瓦伊詹火山是当地的众多火山之一，位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最东部。这是一座活火山，它的名字的意思是蓝色的火山口。在爪哇语中，它的山顶陨石坑包含了硫磺矿，从中提取硫磺矿石。这里有一个美丽的湖泊，被誉为地球上酸性最强的湖泊。我们都能看到，这个火山口还会产生蓝色的火焰，这导致许多冒险者来此参观拍摄。而且形成的火山坑是一个椭圆形的酸湖，长1公里，宽600米。由于其水域的极端酸性，所以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酸的湖。在这个湖的岸边是一个硫酸盐，会产生大量的硫，或以蒸汽的形式结晶成混凝土。但是是什么让熔岩变成蓝色的呢？其实这座火山的熔岩和其他火山的熔岩的颜色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卡瓦伊詹火山除了熔岩外，还在高压和极高的温度下喷出大量的硫磺气体，所以一旦硫暴露在空气中的氧气中，它就很容易被点燃，我们就看到了明亮的蓝色熔岩的美丽效果。这种效应只在晚上可见，因为在白天我们看不到硫蓝釉。第14名，独一无二的彩虹河。每年都有几个月会形成哥伦比亚的彩虹河，这条彩虹河位于哥伦比亚的梅塔地区，变成了充满活力的彩虹河流。而且我要强调的是，这种现象在地球上其他地方都没有出现过，所以这是目前唯一的一条自然形成的彩虹河。但它有什么特点？是什么使它成为世界上独特的河流呢？从而对游客有很大的吸引力呢？就是它在6月和12月的颜色发生在被称为埃尔帕索德拉丹塔的部分。你可以看到蓝色、黄色、橙色、绿色和红色的色调，这些色调一起构成了哥伦比亚的彩虹河，也被称为液体彩虹或融化彩虹。毫无疑问，这是世界上最令人惊叹的自然现象之一。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也是该地区最热、最潮湿的时候。为了保护它的生态系统，河流在一年中的其他时间都需要保持封闭。如果你想去这里亲眼看一看，是必须要有导游跟随的，并且还限制了对游客的某些行为。直到最近，由于哥伦比亚政府认为该地区有大猩猩靠近，导致严禁了所有参观，所以我们虽然没去过那里，但也看到并了解到那条美丽自然的彩虹河，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幸运的。第13名，山区中的透镜云。这是一种具有飞碟或 UFO 形状的云，这种云只出现在山区，这让我们对它的了解又进了一步。或许山区有特殊的形成条件，透镜云形成需要对流层，而对流层是处于大气的最低层。透镜云也有高积云的特征，与正常的高积云不同的是，它是静止的透镜状类型。这些形成取决于环境和大气条件，如风、大气压力、环境湿度或当时存在的温度。这些云看起来很引人注目，特别是当它们在富士山上空形成时，尤其令人着迷。形成透镜云的时刻，也是富士山之美的最受欢迎的时间点之一。如果你幸运的话，从这个地方拍摄的照片可以非常壮观。有时在山顶上可以看到圆顶状的云，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似乎它们有5个彼此堆叠在一起，从而创造了一个值得记住且回忆的图像。好消息是，这可不是富士山独有的云，无论你在哪里，都有可能欣赏到同样的壮观。第12名，肯尼亚的巨大裂缝。位于纳洛克县的中心，出现了一条长达数公里的巨大裂缝，大面积的裂缝摧毁了道路、电线和房屋。肯尼亚正慢慢地从非洲大陆分离出来，而这只是横跨整个非洲大陆的数百个动荡点之一。从非洲之角到莫桑比克，这件事发生在非洲，如果没有记录下来，恐怕没有人会相信。这些拍摄的片段令人难以置信，但评价却很糟糕，因为这种现象似乎将灾难电影中的片段搬到了现实。这意味着我们在某些方面已经触怒到了大自然母亲，她正在用她那庞大的力量清除我们。科学家们猜测，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一半正在逐渐与非洲大陆的其他部分分离。这一地质过程将在大约5万年后达到顶峰。近几十年来，这些板块相对不活跃，但结构上的弱点会形成断层线，这些断层线通常都充满着火山灰。专家认为，
最近的降雨和地震运动冲走了这些灰烬，并暴露了已经存在的裂缝。这些现象是我们一次又一次的需要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学会与它和平共处，这样才能确保我们自身的安全。第11名，澳大利亚 C 型泡沫。这是一种由海水搅动产生的泡沫，特别是当它含有高浓度的溶解有机物质时，如蛋白质、胚质素和脂质，从近海分布的藻类大量繁殖和赖氨酸中获得。这些化合物可作为表面活性剂或发泡剂。当海水在近海海浪中被破碎的波浪搅动时，这些表面活性剂在这些湍流条件下的存在，使空气形成持久的气泡，通过表面张力相互粘附。由于它的低密度和持久性，这些泡沫可以被强风从海滩内部吹到岸上。尽管大多数时候都不是特别夸张的数量，实际上在最近，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南部的阳光海岸发生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近年来，该地区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沫事件之一。尽管游客和小孩们都喜欢这些泡沫的，这些泡沫会对海滩造成严重破坏。想象一下，当你走出家门，发现自己被海水泡沫包围，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会不会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呢？第10名，罕见的血雨。血雨只是一个术语，举个简单滑稽的比喻，就是当雨水从沙漠带着沙子休息一下，然后从天上掉下来，就像被血浸染过一样。它落下是呈红色，蒸发后会留下一层细粉，也可能是红色。灰尘能够覆盖房屋、汽车或公共设施。虽然这是一个有点夸张的术语，指的是被风吹起的细沙颗粒与云层中的水分混合在一起。撒哈拉沙漠中不同颜色的沙子，意味着雨水和沙层可以掩盖颜色，就比如是红色的一样。但这种情况很罕见，它也有可能是浅沙色或棕色。虽然都是如此的壮观，这种奇怪的现象每几十年在英国会发生几次。尽管它在南欧更常见，在西班牙和法国南部等国家，基本上都是靠近撒哈拉沙漠的国家，但它可以传播到遥远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就像是当地发生了一场大范围的血腥事件，甚至偶尔会断断续续的下几个星期。这种颜色太浓了，弄脏了人们的衣服。据报道，还有绿色、黄色、棕色和黑色的雨。这种自然现象实在太罕见了，如果没有视频证据的话，我是肯定不会相信的。第9名，火山闪电。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火山爆发都是自然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现象之一。它的咆哮、有节奏的爆炸、从火山斜坡上流下的火舌和灰烬的排放，本身构成了一个压倒性的奇观。但除此之外，它还与其他现象有关，比如火山闪电。火山闪电的产生方式与暴风雨时云内发生的过程相似，然后冰雹和能够电离空气的超冷水滴之间发生剧烈摩擦。由于电感应现象，这就是电荷是如何产生的。正电荷和负电荷的分离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电位差，从而引起放电。在火山的粒子中，电荷是引起火焰类之间摩擦的原因，范围从闪光到更大的固体元素，如火山炸弹。随着火山雨流的不断增大，这些令人印象深刻和令人着迷的景象就会发生。这与我们产生静电时发生的情况类似，通过触摸金属表面，上面积聚了电粒子。当你用手指摩擦物体时，手指产生的电位差和火花就会出现。摩擦值在这种情况下是空气电离，当然，它发生在更大的范围内。第8名，河里的热液泉。温泉是什么？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他们听说过热水的好处，或者是因为他们生活在有可能找到热水水源的优越地区。热液泉是地表的裂缝，地热热水从这里流出。热液喷口通常在火山活跃地区附近，在构造板块移动的地区，在海洋山脊和热点处。热液喷口在当地非常常见，因为地球地质活动活跃，表面和地壳中有大量的水。热液泉通常含有大量的矿物质。温泉水的化学性质从 pH 值低至0到8的酸性硫酸盐水，到饱和硅的碱性氯化物水，再到饱和二氧化碳和碳矿物的碳酸盐水。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利用温泉进行许多活动，如泡澡放松。最重要的是，也可用于保健治疗。尽管我们要记住，其中一些温泉的温度足以导致烫伤和潜在的失聪。第7名，梅里查波湖。这里也被称为世界闪电之都。如果你害怕打雷，那么去这里绝对是个错误，因为这是地球上雷击最严重的地方。这是委内瑞拉永恒的雷雨。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卡塔通波河流入梅里查波湖的地区，每年都有大约几次闪电，有时一天持续10小时，每小时闪电多达300次，可想而知是多么的震撼。来到这里，绝对可以听到大自然母亲咆哮。
想象一下，晚上生活在持续的隆隆闪电中，这种独特的现象是最壮观的，因为夜空不停地闪着。科学家们认为这场风暴是由冷暖流的完美风暴引起的，但实际上，科学家们还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如此集中的闪电。在这方面，他们已经研究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就是甲烷对风暴的影响。因为风暴内的大型区域石油储备和沼泽植物会向大气中排放大量甲烷气体。你可能已经知道，委内瑞拉是世界上石油储量最大的国家，所以空气中含有异常大量的甲烷是很正常的。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个地方完全不真实，犹如科幻场景搬到现实中一样。第6名，南极洲的雪瀑布。雪瀑布是南极洲东部泰勒山谷的冰川边上的氧化铁流的名字。这个地方是由澳大利亚地质学家托马斯·格里菲斯·泰勒发现的，山谷的名字就是他取的。第一批南极探险者将红色归因于红藻类产生，但后来发现这种现象是由氧化铁的存在引起的。但它为什么这么红呢？在液态盐水中存在的铁与大气中的氧气接触氧化后，难溶性铁氧化物沉积在冰的表面上，更容易溶解的铁离子来自于大约500万年前所产生。目前冰川并没有完全冻结，在它的冰床上，盐水的盐浓度高达陆地海洋平均浓度的4倍。这个奇怪的地方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在极端条件下研究微生物生命的独特机会，而不需要深入极地表面。由于进入脆弱而完整的生态系统会有污染的风险，对地球极端环境的研究有助于了解生命可以适应的条件范围。第5名，澳大利亚西利尔湖，它也被称为赫里亚湖。西利尔湖是位于澳大利亚南部的谢神群岛最大的岛屿中岛的一个湖，湖里的水全是粉红色的，湖长约600米，宽约250米。但为何呈现粉红色的湖面，目前还没有得到确切证实。据了解，这主要是因为湖中藻类产生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使湖水的盐性大，而且略带着明亮的粉红色。尽管它的颜色不同寻常，但这个湖对人类没有已知的不利影响。但从上面看，就像一块大型的泡泡糖。从海岸线来看，犹如一杯西瓜汁一样，而且海岸线上还覆盖着盐壳沉积物。第4名，伊利湖的冰海啸。大风过后，海啸是很可怕，但是冰海啸会更可怕。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现象是由狂风、洋流或温差形成的，它们形成了巨大的冰墙，有的高达几米，席卷了海岸线，摧毁了沿途的一切。最大的受害者就是伊利湖沿岸人们的家园。随着气候变化开始破坏我们的星球，冰海啸变得越来越常见。在寒冷的冬季，阵风会变得非常强烈，以至于整块冰块都涌上了海岸线，并最终堆积在防洪墙上。附近的房屋就成为洪水的首要攻击目标。冰海啸也被称为冰树，可以对北极沿海社区造成破坏，以及全球气温上升，导致更多的开放水域，以促进冰的移动。低压系同时冰盖不稳定，巨大的冰块被送到岸边。它们在阿拉斯加的楚科奇海一带很常见，当地人把冰海啸的声音比作火车或雷声。它们大多发生在深秋或初春，由于温度较高，并相对不稳定。第3名，韩国的奇迹海路。或许大家都知道圣经里的故事，摩西分开海面，从埃及勇士手中拯救他的子民。韩国每年春天都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只不过是没有摩西的干预。黄海在中国东海的北部，与太平洋相隔很近，它海面积为38万平方公里。尽管它很浅，最大深度也才140米，位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之间。它的名字来源于浮于水颜色的沙粒。黄海发源于黄河，每年春天都会下降42米，在真岛和默多岛之间留下长1公里、宽36米的水道。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现象，1975年，法国驻韩国大使皮埃尔·兰德在真岛旅游时，目睹海路出现的奇观后，感叹这是韩国版的摩西奇迹。这一事件的背景故事源于圣经里面一个关于摩西奇迹的传说。先知摩西遭遇了凶险，在前有红海阻挡，后有追兵逼近的生死关头，上帝吩咐摩西拿杖伸向红海，将海一分为2，让他踏着泥泞安全过海。就这样，韩国版摩西奇迹的称号使得真岛的神秘海路名声大噪。第2名，南极洲的条纹冰山。看看南极洲冰山上这些神奇的冰山，看起来像巨大的果冻豆。当大块冰块从冰川的冰架上脱落时，冰山就形成了，从而漂浮到开阔的水域。因为冰川是由南极大陆上的海水
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下降而形成的。这些冰是制成的新鲜纯净的水的主要原因。这些漂浮的大块淡水冰与下面的海水相互作用，当海水随着洋流从深海上升到冰架时，它会在冰架底部冷却并冻结。因为这种冰是由含有的物质和矿物质的海水进行组合，从而形成了冰山各种各样的颜色和纹理。冰山破裂后，北风和海浪雕刻，形成了不同颜色的醒目图案。条纹冰山可以呈现出一系列美丽的颜色，比如棕色、黑色、黄色和蓝色。在南极洲周围的寒冷水域被发现。第1名，神奇的鱼域。现在是个奇怪的话题，让我们来谈谈鱼域。这件事发生在非洲，如果没有记录下来，肯定没人会相信。这种疯狂的自然现象是水里的鱼被龙卷风的漩涡吸走，在云层中吹来吹去，然后就下雨了，从而形成了所谓的鱼域。这种事不常发生，而且发生这种事件本身就很奇怪。那么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呢？难道仅仅只是因为龙卷风吗？正如你所看到的，大自然从未停止给我们带来惊喜。你呢？你是否曾经目睹过大自然做着让你永生难忘的事情？跟我们说说。同时请看看现在屏幕上出现的其他很酷的精彩视频。我们下期不见不散。